中国也曾出口过3款军机到美国，这3款军机都是什么？又因何契机来到了美国？在如今的国际军贸市场上，美国武器一直是独占鳌头，而其次的俄罗斯、法国等国则一直在争夺剩下的蛋糕。不过，近年来国际军售市场也涌现出一颗新星，那便是中国。目前，中国的火炮、无人机在一些地区很受欢迎。此外，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的 JF-17枭龙战机也在扩大出口。就目前形势来看，在未来的国际军售市场上，中国会是美国的有力挑战者。另一方面，中美之间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军火贸易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中国曾买过美国军用设备，美国也曾买过中国的军用武器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3款军机，人称赴美3剑客。中国军机出口到美国是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。那么这赴美3剑客究竟都有谁呢？美军的假想敌歼七战斗机。很多人都知道，在上世纪80年代，中国与美国有一段蜜月期，为了共同应对苏联的军事威胁，中美在很多领域都有交流与合作，其中就包括军事领域。那时，中国向包括美国在内不少西方国家都引进过军事装备，比如著名的黑鹰直升机。据说当初美国还向中国推销美军的主力战机 F-16，并且还有在中国建立生产线的打算。不过，似乎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囊中羞涩，并没有买下 F-16战机。但那时中国却将自家的主力战机成功出口到了美国，也就是歼七战斗机。歼七战斗机是由中国沈阳飞机制造厂在上世纪60年代研制的一款单座单发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，而这款战机仿制的便是苏联米格21战斗机。当时苏联米格系列的战斗机基本上主打高空高速，而歼七也不例外。歼七战斗机是中国第一款速度达到2马赫的战斗机。那么歼七又是为何吸引到美国的注意的呢？当时正值冷战时期，美苏争霸愈演愈烈，而苏联的军事给了美国很大压力，其中就包括米格战机。为了研究对手，1977年，美国成立了一支名为红鹰中队的空军队伍，作为假想敌，日常充当对手来为美国空军提供训练。不过，当时红鹰中队米格战机很少，而且都是一些老旧的飞机，达不到美军的训练要求。美国需要引进一批新战机作为假想敌。无独有偶，当时英国马克尼公司协助中国对歼七战机进行了一些改进，增设了一些电子设备，以用于外贸出口。美国人也借机了解到歼七战机。1982年，美国方面派代表来中国，表达了希望引进歼七战机的计划。原本美国仅打算引进数架，但中国代表瞅准这是一个赚美国人钱的好机会，于是对美国代表进行了一顿软磨硬泡下，美国最终购买了16架歼七战机，其中包括15架歼七2型战机以及1架歼七 M 型战机。截至1987年，16架战机全部交付完毕。随后，这些战斗机被编入红鹰中队，作为假想敌为美军提供训练。尽管后来美苏并没有发生军事冲突，但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，作为对手的伊拉克空军便有米格21战机，而在那场战争中，美国空军完胜伊拉克空军，击落超过40架战斗机，其中就包括了米格21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在2006年停产，但是歼七战斗机至今仍然有少量在中国空军服役，并且至今已经出口到30多个国家。直到2013年还拿到新订单，可见歼七对中国与美国都是一款极具意义的战斗机。美国飞行员初练初教6教练机。要说当初中国向美国出口歼七留下了一段佳话，但毕竟歼七在美国的数量与用途都有限，并没有在大洋彼岸留下过多的关注度。不过在美国却有这么一款军机，知名度极高，甚至有不少美国人表示它征服了美利坚。这款飞机便是众多美国飞行爱好者的初练初教6。初教6是由南昌飞机制造厂研制出的一款初级教练机，最早一批是研制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。当时中国空军据需求扩大规模，对飞行员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，如何给飞行员提供一个合适的训练平台，一直困扰着中国空军。那时候中国还在用苏联的雅克18教练机，但同时中国空军已经装备了米格15战斗机，过渡到高速喷气战机时代，而雅克18教练机却无法很好的模拟这类战斗机。于是中国决定自己研制一款初级教练机，也就是初教6。
1957年，初教6项目上线，但一开始项目就遇到麻烦。由于没有经验，中国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发动机和螺旋桨，技术难题横亘在中国人面前。好在1958年底，中国在捷克斯洛伐克找到了合适的发动机和螺旋桨，解决了问题。1960年，国产发动机和螺旋桨投入使用。1962年，初教6正式入列中国空军。为了转入外汇，很快初教6进入到国际市场，出口国家包括孟加拉、坦桑尼亚、阿尔巴尼亚等国。在1970年，一架初教6的价格仅为7.7万美元，相当实惠，因此吸引到众多国际买家。同一时期，美国民间飞行爱好者群体崛起，不少有钱人购进一些构造简单的飞机，用作娱乐与收藏。很快，有美国人从国外的飞机市场淘到了二手的初教6。有意思的是，因为教6属于军用机，美国民间飞行爱好者担心拿不到相关执照，将其涂装改变伪装成雅克18。很快，美国人发现初教6是一款价格便宜、性能优秀、操作简单，同时安全性高的飞机。美国人开始在全世界大量收购二手初教6飞机，并且被喷上各种涂装。不过，很多人会故意把飞机上的81标志往往会被保留下来，作为一个象征。据获悉，美国民间爱好者往往能以4到5万美元便淘回一架初教6，一年的维护费用不过5000美元。初教6高性价比，使其能一直沿用至今。在2020年南昌飞行大会上，全新改进的初教6展出，并且向中国国内的民间市场开放。据获悉，根据设备不同，一架初教6的售价在50到300万人民币之间。3. 美国大峡谷的身影，运12运输机。2015年珠海航展上，参展方对外展出了一款名为运12F 的运输机，意外的是，却吸引了一位意想不到的买家。航展期间，美国维信航空公司派出代表来珠海观摩航展，结果现场就下了20架运12F 的订单，这让外界大为意外。运12F 运输机是在运12基础上改进而来。这款轻型双发多用途运输机是由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于上世纪80年代研制的。运12运输机一经推出便面向海外市场，由于轻便易操作以及性价比高，运12很快受到国际市场关注，远销多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维信航空购买到运12后，将其作为拉斯维加斯到大峡谷航线上的观光客机与货运机。如果你前往当地旅游，有可能就会坐上由中国制造的运输机。